天地万物不出于道，道法自然，讲究顺天而为。自古人类对天都无比敬畏，认为世间一切在冥冥中早有定数。风调雨顺由天定，改朝换代由天定，一个人的生死大限更是逃不脱天命主宰。可在中华5000年的历史洪流中，奇人异事辈出不穷，从来不缺乏敢跟天斗的勇士。而七星续命灯就是我国古人向苍天宣战的产物。今天我们来讲讲诸葛亮暮年的七星灯续命。东汉末年，时局动荡，群雄并起。刘备是三国时蜀汉政权的建立者，也是当时重要的政治家。他是汉景帝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。刘备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就病死了，只好和母亲两人靠卖鞋、编草席谋生。刘备在荆州北面的新野时，他手底下的谋士徐庶推荐了一个人，那便是卧龙先生诸葛亮。之后，刘备便三顾茅庐，从隆中请出了诸葛亮来辅佐自己。自此，诸葛亮在刘备手下展现了自己的不一样的才能。公元223年，刘备在经历夷陵之战后一病不起，最终死于白帝城。他在临终前托孤于诸葛亮，希望可以辅佐阿斗来完成魏晋的大业。接下来，诸葛亮便踏上了北伐的道路。在诸葛亮暮年，他和曹魏势力的司马懿是两位旗鼓相当的对手。两人都知道，对方不除，自己的国家将永无宁日。在北伐的尾声，上方谷一战中，诸葛亮谋划用火攻战胜司马懿。起初，他大张旗鼓地往该地派遣士兵，并假装成运送粮草的队伍。按照军事策略来说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是正常的军事安排。这给司马懿造成假象，蜀军将大量粮草囤积在上方谷。打仗时如果没有后勤保障，再厉害的军队也无法支撑长时间的消耗战。为此，司马懿想到了火烧粮仓的计谋。这在历史上有不少的成功案例，如曹操在官渡之战中火烧粮草，釜底抽薪之后打赢袁绍，继而平定中原。司马懿的想法是美好的，但现实不总是按照人们的想象进行。善谋的诸葛亮也想到对手会用火攻，想将计就计，给魏军以沉重打击。他设置圈套，让将士们在谷内放置许多干柴、引燃物和易爆物。上方谷周围高山上还埋伏了大量士兵。只要司马懿进入包围圈，蜀军肯定能够一举消灭他们。按照诸葛亮的设想，司马懿进入了上方谷地区，双方军队在谷内碰面后进行了短暂的激烈交战。随后蜀军诈败，又使魏军追击进入埋伏圈。身处谷底的魏军被火海包围，不能反击，官兵们一时间方寸大乱，抱头鼠窜之下误伤己方人员，急于逃跑活命。当时的状态让司马懿无计可施，甚至绝望到想放弃抵抗等死。可天公不作美，恰在那时，上方谷内狂风大作，黑云暗沉，暴雨及时而至，魏军身边的熊熊大火立刻被大雨浇灭。司马懿绝处逢生后，赶紧带领军队拼杀出一个缺口，撤出了上方谷。本次战役，魏军损失惨重，司马懿虽狼狈而逃，却保住了性命。这让诸葛亮都望天兴叹，成事在天，不可强求。难道真的是老天都在帮助司马懿吗？上方谷一战也成为了后人讨论的话题。诸葛亮上通天文下知地理，为何他没有算到上方谷一战老天会在此时下雨呢？如果了解上方谷的地理位置以及一些物理常识，人们可能就不会将其归结于天命使然了。上方谷又名葫芦谷，从这个别名可以得知，其地形类似葫芦形状，且处于两座高山之间。谷口是一处狭长地带，类似小型盆地结构。这种地形特别适合打伏击战。诸葛亮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，才在此设置圈套，但考虑不周全。或者说被忽略的一点是，谷内一旦这大火，地面温度会急速上升，谷中空气受热，密度变小，会发生热对流现象，谷外冷空气快速流入谷内，又容易形成涡流。热冷空气交汇，
水汽凝结成小水滴和小冰晶，进而形成浓厚的云层，导致天昏地暗。地上的易燃物又因燃烧释放出大量烟尘，为水汽凝结提供了凝结核，促进了云雨层的快速产生。至此，谷内天气骤变而出现狂风、黑云和暴雨等异象也就不足为怪了。当然，站在诸葛亮的角度而言，他和蜀军是时运不济，计策未能达成，效果在于天救司马懿。魏军也有类似的想法，这才让后世对此战役的解读过多，着墨于司马懿运气好。此战之后，诸葛亮大病不起，但是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，为了北伐大业，诸葛亮知道自己还不能死，便尝试用古法点七星灯续命。那么七星续命灯真的能逆天改命吗？我国古代2个奇人便做过尝试，是否成功利用七星续命灯行了逆天之事？诸葛亮点七灯续命，灯灭人亡，天不救。北伐事业未成，他便身患疾病，垂垂危矣，于5丈原上坐在一个军帐之中，但布满军帐的并不。从魏延和诸葛亮的关系中，我们可以看出魏延对诸葛亮有恨。诸葛亮在后期的北伐过程中一直没有重用魏延，而魏延是当时蜀汉的第1大将，要能力有能力，要血性有血性，可魏延被分配的任务都是引诱敌人这种辅助战斗。不甘受到如此对待的魏延多次让诸葛亮重用自己，可得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回避。长久以来，魏延心里会对诸葛亮生出什么样的想法？想必大家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同时，魏延还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，他能文能武，有着干一番大事业的野心。可如若诸葛亮能够续命成功，魏延深知他还要受到打压，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，魏延都不想让诸葛亮续命成功。就在这个紧要关头，司马懿突然派兵来犯，偷袭了蜀镇的军营。魏延趁势闯入了诸葛亮的军帐，借口向诸葛亮禀报敌军来犯的消息，踢翻了诸葛亮七星续命灯的主灯。主灯一灭，其他小灯也都相继熄灭了。接着，诸葛亮缓缓睁开眼睛，悲叹了一声天要亡我之后，便带着蜀汉未尽的事业悲叹而去了。此后，魏延便背负了害七星灯灭，诸葛亮命丧5丈原的骂名。从魏延和诸葛亮的恩怨来看，他的确有做出这种事情的可能，但精通奇门遁甲之术，智慧超群，算度颇深的诸葛亮为什么没有算到魏延这一点呢？所以后来也有声音说，害诸葛亮七星灯灭的原因并不是魏延，或者说主要原因并不是他，七星灯灭是注定的，而无论魏延踢翻主灯是有意还是无意，他终究只是一个诱因而已。七星灯灭的主要原因是诸葛亮在火烧藤甲兵中杀人太多，犯下了太多罪孽，上天为了惩罚诸葛亮才减少他寿命，让他早亡，怎肯给他借命？诸葛亮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所以他在最后看见魏延闯入军帐，踢翻了七星灯之后，仅说了一句天要亡我，根本没有多看魏延一眼。所以魏延究竟是有心要害诸葛亮，还是无心踢翻了天灯，都没有再争辩下去的意义了。诸葛亮最终借命失败已经成为了定局，中华历史第一次关于七星续命灯的记录也以失败而告终。此后直到元末明初时期，才有第2个奇人尝试用七星灯续命，而这个人就是同样精通奇门遁甲，写下的《烧饼歌》和《推背图》齐名的神人刘伯温。刘伯温逆天改命，点天灯成功续命12年，3分天下诸葛亮，一统江山刘伯温。这句话足以说明刘伯温的成就远在诸葛亮之上。刘伯温是个和诸葛亮很像的天才，他也精通奇门遁甲，有看破天机的能力。刘伯温不仅帮朱元璋打下了大明的江山，还开创了大明王朝。为了维护明朝的稳定，他一生中还斩了数条龙脉。当然了，咱今天不聊刘伯温斩龙脉的事儿，只说刘伯温点七星灯续命的事迹。与诸葛亮不同，刘伯温的七星续命灯成功亮了7日，刘伯温也得以逆天改命，延长了12年的寿命。那么刘伯温为什么能成功续命呢？
他和诸葛亮的处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？首先，刘伯温是半龙之臣，他在朱元璋一统天下之前，窥探天机，发现了自己气数已尽。为了帮助朱元璋打下大明江山，刘伯温点燃7星续命灯，向天续命。正是因为刘伯温是真正的半龙之臣，是天选之人，所以天不要他亡，给了他12年的寿命，让他继续跟着朱元璋南征北战。我们再反观诸葛亮，诸葛亮续命是为了帮刘备统一三国，复兴汉室。然而当时的蜀国已经支离破碎，气数已尽。或许诸葛亮续命失败，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蜀国气数走到了尽头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，刘伯温摆下7星续命灯的阵法时，并没有人来打扰。7星灯能否成功点燃7日，是整个续命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。